有患者问，手指手掌上长小水泡，急痒难耐，涂了抗菌药膏，好不容易慢慢好转，结果又复发。这种水泡还能治好吗？会传染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卓正医疗皮肤科的中华医生。先说结论，这大概率是没有传染性的，放心。如果身边的家人朋友们担心这些小水泡会传染，赶紧把这个小视频发给他们吧。到了夏天，很多人手掌就会起水泡，钻心的痒，非得掐破了才好。可是这层皮退掉之后，下一轮瘙痒没多久又开始了。在门诊，我看到水泡的情况，再听到这样的描述，心里基本就有了答案：汗疱疹。汗疱疹和带状疱疹病毒有关系吗？要打疫苗吗？没有关系，虽然名字里都有疱疹2个字，但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疾病。带状疱疹或者单纯疱疹是病毒感染引起的皮肤病，而汗疱疹则属于皮炎湿疹类疾病。汗疱疹是一种湿疹，那和多汗有关吗？本质上，它是一种皮肤的超敏反应，最常见的原因是皮肤对接触到的某些物质过敏，比如部分患者对镍和铬等金属离子过敏，属于系统性接触性皮炎。像这种物质在生活中常见吗？很常见，其实绝大部分合金制品都含有镍，比如不锈钢，像不锈钢的门把手、钥匙、扶手、拉链、纽扣等等，都可以引发接触性过敏。不过，并不是说皮肤一碰到这些金属就会过敏，镍必须以溶液中镍离子的形式存在，才能被皮肤吸收，然后出现过敏的表现。是手上有汗液在接触到这种金属才会过敏吗？是的，这也是为什么汗疱疹在夏季高发的原因。但也有些朋友是使用了洗衣粉、洗洁剂、肥皂等洗涤用品以后才会诱发加重。另外呢，紧张、疲劳、焦虑等情绪也是部分汗疱疹的诱因。还有些小朋友在考试压力大的时候，汗疱疹也会反复。生活中到处都有合金制品，应该怎么办？对，这也是汗疱疹难以根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而且金属过敏呢，只是一部分诱因，还有相当一部分汗疱疹患者没有金属过敏的病史，也找不到明确的诱因。但是汗疱疹的治疗倒不复杂，如果实在是痒得难受，可以外用激素来控制，比如康酸莫米松乳膏、卢米松乳膏等等。但是激素药物有不同的种类和浓度，具体怎么用还需要和医生确认。做好保湿是不是也能减少复发呢？是的，我们可以涂润肤乳来加固皮肤屏障，阻隔过敏原的透皮吸收，也就是让过敏源别和我们的免疫系统短兵相接。汗疱疹患者可以选择一些富含生理脂质的润肤剂，比如富含神经酰胺、胆固醇、游离脂肪酸等等，有助于我们皮肤屏障的修复。另外呢，也可以在洗碗、洗抹布前戴上手套来避免接触洗洁剂，看看对于减少发作有没有帮助。总之，把汗疱疹看成一种特殊形式的湿疹是没有传染性的。如果本期科普对您有帮助，可否点亮下方的铃铛，让科普能够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。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和订阅哦！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。